结束了喀纳斯北疆赏秋之旅，回到了乌鲁木齐。本来第二天想去天山天池看一看，结果早晨出来晚了，又加上遇到点事情，时间不够了，就临时决定去乌鲁木齐不远的南山。现在到了南山风景区比较精华的地方西白杨沟，以为这里是免费的，结果有门票45元。据当地人说，乌鲁木齐本地人几乎都不喜欢去天山天池，而更愿意来这里南山，而且把南山当作乌鲁木齐的后花园，怀着有点好奇的心态来这里看一看。瀑布还行，还挺好看的耶哈，大量的毡房，就毡房穿进去住的呀，可以住10个人呢，这一大毡房。这个就蒙古族叫蒙古包，哈萨克就叫毡房了。前面是去往西白杨沟瀑布的地方，从这里开始不能自驾，只能坐景区的交通车，全长将近5公里，单程车票25元。感觉目前不是南山旅游的好季节，所以几乎没有游客。司机说这里夏天人最多，一起看看秋天的西白杨沟。司机特意在车上放着新疆优美的歌曲，很少听到新疆流行歌手演唱的歌曲，真的好听。其实沟里的景色在新疆可以说到处都是，我估计本地人更喜欢去的是附近的免费的地方吧。今天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收费的南山西白杨沟景区。这边山上的树基本都是常绿的松林，几乎没有彩林，所以秋色就逊色多了。昨天从可可托海回到乌鲁木齐，现在乌鲁木齐休息1-2天，本来计划在新疆一直待到10月底，估计要先离开一段时间。景区的交通车停在了山谷前，从这里往上步行200米左右有一个瀑布。山谷的溪流之上架起了一座彩虹桥。其实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前面看到了一条瀑布，据说这是新疆最大的一条瀑布，名叫神布拉克大瀑布。抬头往上看，就像珍珠飞泻，气势磅礴。神布拉克在哈萨克语中是圣洁的泉水的意思。这里之所以收费，估计就是和这个瀑布有关吧。远处看，这个瀑布在断崖绝壁松林间飞流而下。瀑布周围修了一圈栈道，可以登上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瀑布。从这个角度望去，瀑布还有好几级。听说现在这个瀑布改名叫了天山大瀑布。这个南山牧场的西白杨沟风景区离乌鲁木齐大概50多公里。返回的时候选择了徒步，因为这条沟里非常干净，当作林间散步了。
这里虽然叫白杨沟，但是白杨树并不多，大部分还是云杉。在这里走路的只有我们一行4人。这条沟还真的有5公里左右。之所以徒步，是因为路上有一段是南山牧场。现在走到了这块牧场，这里没有游客，枯黄的草甸上只有1、2匹马。这个老鹰的雕塑在抓的是，这是狼吗？如果是夏天，这里都是绿色的草甸，应该挺美。所以如果要来南山牧场，还是夏天来比较好。这个西白杨沟风景区应该也是南山牧场唯一收费的地方吧。离西白杨沟不远，还有2个免费的小景点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南山牧场里的一些小村庄。感觉夏天这里应该是个避暑的好地方。这里就是乌拉斯台的大平台。据说7月底8月初是它最美的季节。这种神秘的人气。可惜今天来的时间不对，感觉有点凄凉。所以如果你想在乌鲁木齐周边玩，如果想从天山天池和南山牧场来做选择的话，9月以后肯定是选择天山天池了。虽然天山天池价格比较贵，但是还是值得一去的。对呀，有饼就是对我来说是河口嘛。其实南山牧场还有一个景区叫菊花台，不过没有找到，因为这个季节也不会有野菊花的。晚上住在了大巴扎附近，去大巴扎转一转。大巴扎晚上还是很漂亮的。这个美丽的商业街区里有很多店铺，也有不少的当地美食。漂亮的宣礼塔，高大的观光塔，白天登上去好像30块钱。大巴扎分为2个街区，去另一个街区看一看。觉得有美食街的这边人更多一些。去大巴扎的美食街看一看。晚上这里的人不如白天多。一般旅游时间短的游客都喜欢在这里吃一点新疆美食。这里环境不错，也比较干净。很多美食看着色香味俱全。不过我最近不能吃羊肉，还是换了一家餐厅。网上找的一家4人套餐，就是这里，一个香港餐厅。是的，我在乌鲁木齐吃了一顿粤菜。价格很便宜，一共158。不过在新疆吃粤菜，是不是有点可笑呢？
这里是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。如果说乌鲁木齐市内有什么可以玩的，除了大巴扎，还有2个地方，一个是这里的新疆博物馆，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登高的红山公园。很多人担心我是否还在新疆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已经离开了新疆。在乌鲁木齐的最后一天，去了新疆博物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新疆博物馆。到新疆博物馆参观是免费的，但要提前预约。木须角弦。博物馆里大概有4个展区。这是1楼的文物展，石头上刻的人形。新疆是中国最大的边疆多民族省区，地域非常辽阔，历史文明璀璨，从汉代一直到清代中晚期，包括新疆天山南北的很多地区都被统称为西域。由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多样性，这里有很多享誉天下的历史名胜古迹和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瑰宝。在1楼的这个展厅里，展示了很多纺织品、玉器、金属器、玻璃器等等，充分体现了悠久的中国历史、灿烂的中国文化。这里的解说也是免费的。黄金直贡图，那么上面描绘的就是当时的这个维吾尔哈萨克的部落首领，那么积极向朝廷进贡时的一个场景。基本上去每个城市，如果有博物馆，都会去逛一逛。这个新疆博物馆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2楼的展厅楼兰古尸，带大家去看一看新疆神秘的干尸。这是展厅的入口，逝者越千年。里面最令人瞩目的就是这个，就是楼兰美女啊。这就是楼兰美女。这是1980年出土的，这具干尸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，身高大概1.55米，目前的重量约是10公斤。看五官是一个典型的欧罗巴人。这个拍下来有什么用啊？细节，穿鞋呢。这个挖掘出来的距今3800年的女尸，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世界。展厅里还有其他的干尸展览，其中从小河墓地挖掘的比较多，有的干尸身高1.80米。这个干尸展馆每天也定时有讲解员讲解，可以跟着听一听。穿了一个修复过多次的短腰皮鞋，并且它的这个随葬品也很简单，在这里呢有这个小麦粒儿。这个长心棺呢是由一整块活羊木制作而成的，那么没有顶部。那么当人们去世以后，就将这个尸体放入其中，那么在现场宰杀3至4头祭祀用的活牛，将牛皮保鲜型的包裹在长心棺之上。这是另外一个展馆，主要展示的是衣服、服饰。屏幕是互动式的，有很多的图文还是从敦煌那边发现的，都是敦煌石窟的。每个区域的文物都有。司服市，库车为中心。
很多展品都非常珍贵，栩栩如生。头型，这个是1楼的另外一个大型展览，尤其里面展出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。可以说，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上，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、灿烂的中国文化，包括秦汉雄风、盛唐气象、康乾盛世，这些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。1884年，新疆这个叫法从1884年就开始了。来博物馆参观，听着讲解，俨然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。展厅里还有一些现代人物，尤其新疆是个歌舞之乡。我个人感觉这个新疆博物馆内容还是挺丰富的，如果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。离开了新疆博物馆，现在到了新疆市内的红山公园。这个红山公园最高处900多米，因为西边的断崖是红褐色，所以叫红山。公园里还有个湖。红山公园也是免费的城市公园。爬上台阶上山顶看一看。现在的红山公园大部分建筑都是80几年扩建时的东西。现在到了山顶，在这个观景台可以看到乌鲁木齐的城市风貌。山顶上有个远眺楼，这个楼从下面看很有气势，不过收费20元。山上的西端有个红山塔，据说这是乾隆53年建起来的，以前是灰色，现在涂上了红色。从这个位置也可以俯瞰城市，塔的下面有个林则徐的雕像。这个红山公园现在也是个4A 景区，一般来乌鲁木齐也都会来这里看一看。前面是红山公园的大佛寺，这个大佛寺据说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不过解放前夕，红山也只有孤塔一座，这个大佛寺也只有山门一个，非常荒凉。现在的红山公园也是一座集旅游观光、古典特色、体育健身为一体的综合性自然山体公园，很受当地人的喜欢。今天要离开乌鲁木齐了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10月下旬还会去南疆看新疆的胡杨林。